我开挖机那是出了名的快，不过成也成得快，成也没关系，先把活给干完再说。今天这个天气太热了，挖机从这个水库旁边过去挖2斗水，帮挖机自己降降温。今天开挖机过来，帮陈老板这个鱼塘加大一点。陈老板嫌这个塘太小了，上次也是这个鱼塘旁边挖一块荒地，全部挖完了之后，陈老板告诉我这个荒地不是他的，挖错了。于是乎，今天干活之前，我特别的询问了几次，确定是他的才开始干。现在我的挖机要从他这个鱼塘堤坝上开过来，但是他这个鱼塘堤坝太窄了，我挖机帮他挖掉一层，填到旁边的沟里面，等干完活回去的时候，再往沟里面把土挖上来，继续搞他这个堤坝。他这个地方太窄，没有办法的，只能是多花点时间，多花点功夫。陈老板手举一根棍子，我就知道他想干什么。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！再用挖斗再给他按下去一点。哎呀，下面是岩石啊！陈老板这个鱼塘挖好这么多年了，居然还没有埋放排水管呢。于是我今天过来了，顺便叫我给他买一根排水管，以后关塘的时候也方便一点。这根排水管是捕鱼的时候用的，可以排干这个鱼塘所有的水，所以挖的比较深，和这个鱼塘底部差不多起平。这个陈老板也是个干工程的人，所以头脑思维特别的清楚，所以叫我一上来就先挖这根排水管，在他买管子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去干别的什么活，不会耽误我和他的时间。陈老板刚刚跟我说了一下，让我把这块地表面的这层干土全部挖来堆在边上，在边上堆一个差不多田埂开的位置，然后里面再来堆放这个鱼塘里的细泥巴。这个方式是很正确的，因为细泥巴堆在边上的话，会堆不住的，会流下去。还是帮这种老板干活要舒服一点，根本不需要我来操什么心，人家把前前后后的事情全给你想清楚了，你只要按照他的思路干就可以了。边上的干泥巴堆得差不多的，再用挖斗给它拍紧一点，拍平一点，可以堵住里面的湿泥巴。我现在堆泥巴的高度，也就是这个鱼塘做好以后，这个堤坝的高度。这个地方的干泥巴好像挖机挖的多了点，刚刚开过来的时候，履带都陷下去了，再来帮这个履带压出印子的位置，用挖斗稍微填几勺土进去。这个鱼塘也是我们给它挖的，差不多挖好1年了，没想到这下面的泥巴还是这么软。我现在把挖机开过去，掉个头再过来把这个长板放在外面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方便现车的时候逃跑。再来帮这个松土的外面那一层也给挖机拍一拍，虽然不怎么好看，但是可以防止土滚到沟里面去。当我做完了这一切，陈老板这根管子也已经买好了，一点都不耽误事。现在我来帮陈老板这根管给用土填好，全部挖松土，一点点的填。把管子埋好之后，就从这头开始清理鱼塘里的泥巴了。从他们要求是挖到泥水下1米深左右就可以了。至于这个堤坝的形状，由我自由发挥，给大家搞好就行。但是堤坝上面这层要给它整平，不用挖机拍紧的，上面它用来种点草什么的。我一边挖一边感觉挖机好像在下沉了，时不时的需要撑一撑，感觉挖机已经沉下去好深了，需要拉一下。得亏我当时就做好了准备，把推土板放在后面，要不然的话现在就这么深，根本动不了了。趁着现在挖掘机还能动，先把它开到硬地方去再说，再挖点这个干土来填一下这个稀泥巴，争取把这点活干完算了。因为陈老板这块地人家是准备种草种菜的，所以我把这个杂草放在土下面，再把上面放一点这个鱼塘里的淤泥，稍微的整平一下，挖机边干边退。虽然挖机陷下去好深了，但是我不打算再移了，
反正就这么点搞完了，等到活干完再说。我相信挖机能出得来的，我对我的徐工挖机有信心。就是这样斜着干活，这个头有点稍微的晕，而且做的时候老是往这边倒。算了算了，挖完了赶快出去了，看看能不能拉得上去。我去，这个玩意如果下去了可不是开玩笑的，搞得不好都要进水啊。把前面撑高一点，用挖机用力的拉，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我把推土板放在后面的好处了吧，硬是给自己拉了出来。再来帮这个鱼塘的淤泥，用挖斗稍微的扫平一下，再帮边上这里也用挖机拍一拍，防止松土掉落到沟里面，把掉落在沟里面的土也给它挖上来。陈老板这块地全部填的都是新鲜的玉米，这要是拿来种西瓜的话，那得多好啊！今天这个加宽鱼塘的活儿，又是一个起步价，不紧不慢的把这个活儿给干完了。虽然说我们这天天干的都是起步价，但是也有好处，干完就结账。等陈老板这个鱼塘里的鱼长大以后，我就用我的新能源鱼竿来这里搞一搞。